1998年，一座石化王国诞生在云林麦寮外海。六轻是台湾第6座轻油裂解厂，也是台湾第1名的碳排放大户。它的填海造陆规模创下世界纪录，也从此改变了海岸的面貌。它每年创造上兆产值，也带来未知的健康风险。六轻它是一个王国，它是独立于中华民国之外的话，没有任何人可以去约束它管理的。烟囱下的居民要怎么继续走向与六轻为邻的下一个20年？冬日清晨，林进郎和一批采收柯苗的工人顶着寒风，乘着礁筏出海，前往云林台西离岛工业区旁的柯田。他们手脚利落地把一串串已经附着柯苗的柯壳采收上船。这是柯苗，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柯苗。这长大，所以这些都是柯苗。连附在上面这个线也是柯苗，有没有看到这个？都一样的柯苗。养柯是台湾沿海居民重要的经济来源。台西的这片海域可说是蚵仔的故乡，供应了全台80%的柯苗。幼苗，别的地方没有，我们这边那个天然条件好，那个苗很多，所以我们这边都放苗，一年差不多放有600万条。孕育着丰饶渔业资源的这片海，渔民柯农感叹着收成1年不如1年，却改变不了紧邻着巨大石化工业区的命运。时间回到1986年，王永庆宣布将在宜兰丽泽投资设立轻油裂解厂，引发了民间的反六轻运动。六轻的设厂计划辗转从嘉义东石到桃园观音，1991年决定落脚云林麦寮。麦寮乡这边就是离岛工业区，也就是呢六轻它的专用特用的专用区我们云林县可以面对挑战，可以呢突破这个瓶颈可以填海造陆，表示呢我们云林县真的是在台湾省呢是非常不简单的不简单的一个省我们的县长历届的县长非常的了不起有真知灼见非常的高瞻远瞩。老师等一下问你们相较宜兰县民极力阻挡六轻进驻，多数云林人面对六轻的到来充满期望。大约20年前，那时候的麦寮非常淳朴，非常美丽。当地的淳朴跟平静跟美丽，在完全没有被污染过的情况之下，去跟大家讲说即将来到是一个非常大的污染，真的当地的民众完全很难了解到底这些环保的人士到底是在讲什么。田秋瑾和反六轻的成员们急切地想把宜兰的经验带到云林，但当时的云林县长廖全玉大力支持，石化业的相关资讯缺乏公开讨论的管道，环保人士的呼吁、渔民的抗议声，最终淹没在敲锣打鼓的欢庆声中。浊水溪口的沙大量被抽往麦寮外海进行填海造陆，渔民顶着风沙出海，脸上往往沾满厚厚的黑灰。这沙是位倒来啊？你6千落来，6千。沙到第6千个只飞落来啊，拢6千个啦。这沙到6千飞落来啦。啊，你这饲蚵仔即摆蚵仔有互伊什么影响无？都大死啊，拢死啊！死啊！白啊，大死啊！工业是分林管引进来，是分林管引进来。也若无阮的渔民，阮无爱来食这工业就对啦。阮一年
每一档收成100多万啊，100万，阮维持阮的生活会当过啊。和六轻相比，渔业的产值微不足道，这片海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唯一所在。林进郎返乡接手父亲的科苗事业时，六轻已经营运多年。直到2004年，台塑提出在离岛工业区新建大炼钢厂的计划，单纯的特海人走上了环境运动的长路。伊咧施工迄当时是因工厝要来做大塑炼钢厂，啊伊一粗沙走路抽沙做料的时，但是伊来到偌个月下伫阮以前客的海床上，就讲阮的课田上来到阮的迄个迄壳啊，就是要护苗的护苗器上面，伊会只换偌个月甲阮放掉咧，阮就无法度护苗。有一天阮阿婶甲讲。阿龙啊，恁翁仔某都有台北转来，啊，是毋是会当退出来？家己咱在用地的在会当讲话，啊，我就讲好啊。有啦。任何的工业区的开发，任何一件工业区的开发的话，应该要把我们当地的居民的话，在环评里面把我们加入进去。一次又一次，林进郎带着科农渔民北上请愿，他也挨家挨户拜访渔民，希望说服更多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兄弟，伊即摆持续下去的话，咱不管你讨海、甲阮饲鹅啊，阁是饲养叫蛤蟆，真的无以为生，无法度生存啦。你看差很多，你看对不？就很小啊。啊，你就跟那个大的比呀，像这个小的人家就不要了，对不对？这个差。对啊，像这大粒的吼，就是比啊，有啊大天就有啊细粒啊。咱的权益安怎的，大家爱共同去争取。而且物件就讲，你若无去争取，你无争取是一定无希望啦，无希望啦。若有争取才有希望啦。希望咱嘛搞种播嘛，啥物播嘛。从六轻决定落脚云林，一直到建厂营运，渔民的声音始终没有受到重视。当环境改变，渔获下降，他们首当其冲。牡蛎很重要的这个复苗区，它就在工业区的旁边，这在全世界你是找不到这样子让人觉得很错愕的这种组合。可是那个本来就是传统牡蛎苗会复苗的地方啊。每一个产业，你不管它的产值高与低，它都是你的国民，它都是靠这个为生的。我们不需要你，免我什么税什么税，但是相对的话说，我要生存的话，你应该给予我们，还有说能够友善这一块土地才是重要的。同样被牺牲的还有与六轻为邻的居民。刚才有闻到瓦斯的味道，瓦斯的味道，刚才哦，刚才。啊，那你们有人跟你们讲说那个味道是从哪里来的吗？没有，就是有点怪怪的味道，对不对？2007年，我们曾经记录位在六轻东南方台西乡的新兴国小，师生们经常闻到不明臭味，却总是检举无效。这是许多邻近六轻的学校都有的共同经验。像我们大概常闻到味道，就是有那个酸味，还有瓦斯味。还有臭味这几种，那环保局每次来的这个数据都是在这个排放的标准以内嘛，这个是科学仪器检查是这样啦，但是我们实际的感受是，可能因为我们人体的反应比较敏感所以它那边检测不出来，但是我们就确实有闻到这种味道。臭味闻久了，对健康到底会不会产生影响？随着越来越多公卫学者投入研究，六轻造成的健康风险渐渐有了清楚的轮廓。2009年，台大公卫学院教授曾强权团队发布研究指出，临近六轻的麦寮、台西、四湖、东势等乡镇，居民罹患癌症、心血管和肾脏疾病的比例明显高于台湾其他地区。2011年5月12日这天晚上，六轻的一场大火，让曾强权注意到六轻厂内的氯乙烯外泄可能对周遭居民的健康产生影响。
那让我们惊讶的是，当时我们同时间在离这个污染源差不多10公里以外的一个台西的一个国小，刚好用这个红外线仪的方式在那边侦测一些这个 VOC， 结果呢，在晚上11点多左右，也就是火灾发生之后呢的2、3个小时呢，这个 VCM 可以吹到10几公里外。那我们测出来，那时候最高的浓度大概差不多118左右。所以你看，一个火灾发生之后，如果它可以影响到10几公里外，那你可以想象10几公里内的这个浓度可能会更高。氯乙烯是塑胶聚氯乙烯 PVC 的原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级致癌物。一旦进到人体，会伤害肝功能，甚至诱发肝癌。台塑位在六轻的氯乙烯厂产能是全台最大，一年高达60万吨。2013年，桥头国小许厝分校决定从距离六轻2.4公里的旧址迁入距离厂区只有900公尺的新校址。詹长全研究团队和国家卫生研究院于是开始对许厝分校以及其他4间邻近六轻的小学，共300多位学童进行体检，在学童尿液中验出硫代2乙酸，这是人体吸入氯乙烯之后产生的代谢物，而且距离六轻最近的许厝分校学童验出的浓度最高。2014年起，政府几度决定将许厝分校的学童迁到距离六轻较远的学校就读，以维护学童健康。地方人士和家长不愿接受政府的安置措施。4年3、4摆，对跩囡仔影响，恁声声句句讲要照顾囡仔，4年3、4摆了，哦，中央村会当大人话，恁甲我讲，中央村会当大人话。不是干那囡仔的问题呢。我家都住在学校旁边。你们家就在这个圈，你要牵小孩子去那边8个小时，他就要回来16个小时，吸这边的空气啊。你就是把我们全部都牵走啊。更现实的状况是，由台塑捐助7000万新建的新校舍，优良的硬体设施是一般偏乡学校无法提供给孩子的资源。因为那里空间比较大，因为那边人太多了，所以会觉得比较窄。然后本校他们就是我们那个荡秋千还有一些游乐设施不是要一起玩嘛？他们都会霸占。抢镜头。经过几个学期的拉锯，目前学童们已经回到许厝分校就读。儿童权利公约有一条跟我们现在要调查的是正相关，就是第24条的第15号意见书写得非常清楚，要求各国应该采取措施处理地方环境污染对于儿童健康所构成的风险跟危险。詹长全团队持续进行研究。2018年10月，最新一份发布在国际期刊的论文指出，2013年接受健康检查的303位学童中，有超过1/3因为暴露在氯乙烯中出现轻度肝纤维化，1/4学童肝指数异常偏高。监察院决定主动立案调查。所以我立这个案，我要查的就是说，你105年这个整个调查案到现在，我们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有没有做什么相关的这个作为来保护孩子们的健康？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环保署还有云林县政府对六轻空气品质的监测、管制跟污染源的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石化工业所使用的化学物质种类繁多且复杂，过去不论毒性高低，皆采用同一套管制标准。在最近一次空污法修法过程中，环保署盘点出72项高毒性的有害空气污染物，制定不同的排放标准。有的物种非常毒，它排了一点点呢，就变成它可能就是容易造成健康的影响。那么
所以外界会一直质疑说你的标准定得太松哦。那所以我们干脆就用所谓健康风险的概念去做试算哦。如果是比较大的工厂的话，那它当然它的排放会比较多嘛。那么它如果一样的浓度，它跟小工厂比，它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呢，它就必须要再多防治设备，或是它就必须要去做其他的一个措施去减量。每一根烟囱所在的那个外面的环境区位的不一样，以及它烟囱的高低不一样，可能会有不同的管制标准。好，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套就让它更弹性用，可以切合当地的需要，而不是用过去呢一致共通性的标准。许错分校事件发生后，环保署也耗时2年，针对氯乙烯制定管制标准，预计2019年初正式公告。在国内对于所谓的氯乙烯或聚氯乙烯生产、制造，甚至于储运业者进而优先管制。那大概有16家业者会受到管制的对象跟规范。同时这一次也去规范了，最后排出去的浓度会依照它的不同的制程条件有不同浓度的规范限制。用来监测固定污染源的连续自动监测设施 SIMS 却被环保团体揭露可能有监测漏洞。六轻依法装设 SIMS 系统的34根烟囱中，在2016年间有25000笔超标记录，以维修保养设备为由注记为无效数据。我们非常的惊讶，发现原来我们的这个在空气污染的管制里面，对重大污染管制里面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漏洞。有些它是直接注记成无效数据，有些呢它就把它注记成叫做监测设施维修保养量测值。最多的呢，它是把它注记成什么呢？它把它注记成叫做固定污染源暂停运转。事实上，早在2010年到2013年间，六轻台塑石化就曾被云林县环保局查出更换 SIMS 监测软体未依法报备，县府向台塑追讨短收的10亿元空污费，台塑不服裁决，提起行政诉讼，至今官司尚未定验。为了杜绝业者空污申报不实的情形，环保署已经着手修改固定污染源监测的管理办法，提高有效监测时数，所有的原始数据也必须原封不动保存6年。每一季有效监测时数从过去的85拉到95%，95%这样的水准。那当然就是考量到每一台仪器每天在法令上就要求它必须做维修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步骤，所以也相对的就是限缩的厂商，它的维修在每一季最多不得超过5%这样的一个空间了。环保署不断加严空污管制措施，六轻周边的居民能不能实际感受到环境的改善，仍需要时间的考验。詹长全陆续发表云林地区的流行病学研究报告之后，2015年74位云林台西居民决定对六轻提出损害赔偿诉讼，希望透过司法途径为自己的健康争权益。较早做囡仔咧生活，阮都也无感觉阮都咧艰苦安怎呀？你种一6千来尔，阮就开始就毛病拢走出来，啊，这怎毋是因6千的污染无？这什么污染？橱柜里摆着一包又一包的药，墙上贴满回诊单。吴海清家门外就可以看到六轻的烟囱。他罹患肝癌数年，治疗过程十分艰辛，也拖垮一家经济。恁无钱，你敢参向我咧过啥啦？你过会赢人？真侪人安尼讲啦，因咧放拢暗时拢透半暝咧放迄款出来呢。从因果关系或是从流行病学的研究可以看出来，当距离六轻距离越近的居民，他罹癌风险是越高的。当六轻营运的时间越长，居民罹癌的风险也是越高的时候，其实法官可以从这些，不管是因果关系也好，或是举证责任的反转也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知道两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结论。代表六轻的律师则认为，流行病学报告不能直接论证因果关系，居民应该要先列举自己曾在何时何地吸入可能致癌的空气污染物，数量又有多少。3年来，双方的辩论无法聚焦，案件进展缓慢。
原告到目前也没有提出任何资料或证据可以说明，排放的气体有扩散到厂区之外，或者有逸散到可以接触到人民可以接触到，或者在居民的活动领域范围。好，我想这部分也是法官要了解的啦。我们所有的证据资料都已经提供给法院了。公害诉讼实质审理。公害诉讼实质审理。勿草率结案。勿草率结案。公害诉讼实质审理。公害诉讼实质审理。勿草率结案。勿草率结案。5家公司包括台塑。2018年8月31日，云林地方法院再度开庭，距离上一次开庭已经过了整整1年。提告的居民们认为法院可能打算草率结案，心情十分沮丧。原告代表离第一次开庭刚好是满3年，那事实上对原告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有一次我们有一些原告来了之后，就一直跟我讲说，下一次我可不可以来跟法官讲，我到底受到了什么伤害？那605来之前跟没有来之后，到底做了什么样一个变化？那我们一直都等不到说法官有这样的一个来听听原告或受害人真正的一个想法是什么。这次开庭，法官不但裁示送交环保署进行公害鉴定，对于居民们主张应该考量流行病学相关研究的诉求，态度也有所转圜。法官开始松口，终于3年来，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开始来研究，就是是不是什么公害案件来处理，而不是一般民事。如果是公害案件，是不是所谓的这个流行病学公害这个所谓的这个概览率来看看？案情的进展让他们重新燃起一丝希望。这座台湾最大的填海造陆石化园区仍然继续扩厂。根留台湾，2产土，动土顺利，布局全球。2010年，六轻提出第5期计划，预计扩建26座既有厂，新建18座新厂，用水量每日增加13万公吨，有氧化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量也都增加。环评委员决议，本案应该进行2阶环评之后，六轻将开发计划分别切割为规模较小的4.6、4.7、4.8、4.9期，再送环境差异分析审查。我希望你们不要再继续扩厂，你们之前都没有做好了，你还有什么资格再谈扩厂呢？2012年六轻4.7期通过环差，前提是必须先减少排放量才能投产。为了要对新设厂的一些加严标准，那开发单位就是有承诺，他们要做这个有关于空污方面的，就是如果说他们要增1，那它必须在相关的一些排放量就必须是减1.2，在温室气体方面就是增1要减1.5，用水方面就是必须要增1，要他们要减2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去做一个环评承诺，才能够达到它未来设厂的一个新设的一个标准。2017年六轻4.7期的减量成果报告通过，可以正式开始量产。其他的扩厂计划仍在审查中，六轻已经着手申请厂区作为环境教育场所，把石化产业发展史、填海造陆、空品监测都写进了教案内容。荒谬环教，表绿六轻，荒谬环教，立刻推案。我们应该是改变这个名称，如何糟蹋台湾环境教育？这个就是今天台塑这20年来，可能是更久，给我们的讯息。如果说有新的一些发现出来，是对整个环境不好，对整个人健康有问题，等等，空污、水污等等，食物链等等，还有海洋的灭绝等等，
这本来就是你一个执政者的话，大家应该集思广益来处理，不是说话给你一张执照的话，就免死金牌的话，你可以用到100年、1000年。这座海上石化王国为台湾社会带来的是赚是赔？20年前的一个决定，至今留下的是许多无解的难题。